大家好，我是大大的旋律积木。上一期呢，我们对比了 Suno 和 Udio 两个 AI 的编曲作曲软件之间的功能的差异。我们也是相比之下确定了 Suno 它的 AI 编曲作曲的功能更完善，所以这次我们想进一步的探索一下 Suno 的使用当中的几个问题。上一期的几个后续问题包括版权的归属情况如何，以及歌曲是否会自动的分享给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听到。最后，如果我们用中文版的歌词来创建中文版的歌曲的话，Suno 在人声以及编曲方面它的适应性如何？因为上一次我们用的是这个英文版，为了迁就 Udio 它不支持中文的系统，所以这一次我们将把重点放在这个中文歌曲上。那首先关于这个 Suno 版权的问题，我们也是问了这个 Gemini，这里的答案呢和我个人的了解也是一致的，就是付费订阅用户他的这个歌曲的版权或者所有权会自动转让给用户，但如果是免费版的这个版本的 Suno 的话，那么创作的歌曲所有权归 Suno 所有。我们在上一次讲解中使用的是 Pro Plan。我们的出发点是说，从 Pro Plan 开始，我们就可以使用更高级的 V4.5的这个版本。那 Free Plan 只能用3.5的版本。那现在关于版权的问题，我们就多了一层考量，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是想和 AI 来合作编曲、合作创作的话，比如大家花了很多心思写了一首歌词，把歌词，比如说喂给了 Juno 来进行创作。那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个免费的版本，因为这样它会把这个歌曲的所有权，包括词、包括曲、包括编曲，都转移到 Suno 的所有权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和 Suno 合作，要么采用付费版本，这样自动获得版权；要么不要把自己精心创作的、自己参与创作的一些内容直接和 Suno 分享，这样会有版权的损失。另外呢，毕竟这个是 AI 的作答，为了保证它没有产生这个幻想，就是它的 hallucination，我又进一步的询问了几点。第一点是说，它生成的音乐，虽然说 Suno 和用户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相当于是只要用户付费，那么这个版权就是用户的。那么有没有其他第三方的一些影响？所以我问了 Suno 现在还和其他流媒体平台有没有一些诉讼的问题？那这里面就提到了 Suno 受到了来自唱片公司的诉讼，当然时间比较早，1年以前。这个诉讼提到了 Suno 在做模型训练的时候，肯定是采用了很多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他在使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获得这些版权所有者的同意和授权。所以这个是 Suno 他目前包括 Udio 他们在面临的法律诉讼。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和 AI 在下游生成的歌曲的版权应该目前看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接下来进一步问了他所谓的 Suno 版权的知识的来源，他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可以看 Suno 的用户协议、用户条款，但是我并没有找到所谓第三条或者所谓的所有权和使用的这一个章节，他并没有写清楚，所以再进一步询问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关于不同的等级的用户，他的这个情况要去哪里看，我就看到了这边在这个问答当中，他提到了免费版本的用户没有商用的权利，如果是 Pro 或者 Premium 这个 level 的用户，他是可以将歌曲用于商务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额外的考量，如果这个 AI 制作出的音乐，或者人类和 AI 合作制作的音乐，要分享到一些平台进行盈利的话，一定要进一步的调查这个平台本身的规则有哪些。比如说 Spotify 它是否接受 AI 生成的音乐？那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提到 Spotify 上有一个新的乐队，有一定的流量，但它
后来被揭露说是他的歌曲都是 AI 创作的，他没有真人参与。那这个就在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那像国内像网易云这些平台能否接受 AI 的音乐，这一点就一定要和每个平台去进行沟通。但至少这个能否商用的问题，也间接的表达了版权或者所有权归属的问题。那这里面也侧面验证了 Pro 和 Premier 的这个等级，它对音乐是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大家实际使用的方式，如果大家只是想和朋友分享、和家人分享，自己自娱自乐，那我相信这个在版权方面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用 AI 的音乐来进行盈利的话，那就要遵守各个平台的规定了。包括之前提到的诉讼，这些都和 AI 领域使用知识产权相关的这些历史上的艺术创作来建模、来训练，包括产出啊，这都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点。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当这个 AI 音乐出现模仿真正的音乐使用，并且没有标注这个 AI 生成标签的情况下，那其实是会对其他的音乐创作者，他们通过很多努力来自己创作出的这些音乐，会对他们的生态会造成冲击。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能够进一步的考量，确定之后保持透明度之后，再分享 AI 生成的音乐。好了，我们的上一次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生成的音乐是否会被其他人直接听到。那这个我们也找到了相关的关于 remix 的话题，这是在 Suno 的官网上的，它就提到了说，这个 remix 它相当于把你生成的音乐混编到一个歌单当中，可以让大家都听到。它是反过来说的，在今年2025年的5月21号之前的任何歌，它的默认的都是不允许 remix 的。但是也就是说，在5月21号之后，所有的歌默认都是允许 remix 的。那这里面，如果每一次我们想不让它 remix，我们就需要把它选掉，把它勾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额外提醒给大家的一点。那这个呢，就要到这个 visibility and permission 里面去进行修改。那比如说像我们上一期视频做的这两首歌，它这里面就可以在这个 visibility 这边把它勾选掉，这样就不会加入这些 remix 当中。这还有一个 publish 的界面，如果你要把它发布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更多选项当中，可以在这儿把它勾选掉。所以这就回答了上一次遗留的两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中文版歌曲的尝试。OK，那关于中文的歌词，我也是让这个 Gemini 直接来生成一个中文的歌词和设置相关的设置，就比如说像风格呀、怎么编曲啊、有什么感受这种比较基础的一些音乐风格，让 Gemini 来生成。这样虽然我们已经有版权，但是这样我们可以很快的获得一个音乐的歌词的样本，来让它进行创作。那这边他给的这个风格是华语流行音乐，相对伤感一点，有点氛围的。这边给了主歌、副歌的，包括桥段、最后的结尾这些歌词。那我们就使用了这个方案一，把它加入到 Suno 的歌词还有这个格式当中。这里面我们是加了一个这个男生的 vocal 在里面。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需要来进行修改。当时我们是看了这个歌词之后，觉得可能尝试一下这个男生的声音，因为上一期我们也是尝试了这个女生的声音，我们想试一下这个男生的声音，试听一下他在这个中文环境下如何。那我们就进行了生成，生成的时候它默认给我调成了3.5，所以我们还生成了2版这个3.5的版本。我们听一下3.5的这个版本。午夜的地铁载着疲惫，车窗外灯火闪烁又破碎。
耳机里播放着昨天的歌，好像在唱，你也像在唱我。哦，这里面大家可以听到它的旋律还 OK，但是它这里面的旋律的节点不是很好。当我们在写一首歌，或者说在编一首歌，安排这个歌曲的歌词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歌词被唱出来的节奏和旋律是和人声朗诵出来的那个节奏是相对比较吻合的。那刚刚这里面的断句就相对比较奇怪一点。在我印象当中，在副歌的部分，第二句也是它的断句不是很好。像我上次说的，这个模型不太清楚它在唱什么，它对于这个句子的理解不是很清楚。另外，大家可以听到有一些尾音，包括整个的音质都相对要差一些。我们继续听一下副歌。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寻找自己的真名。跌倒过，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那这边刚刚我们听到这一句，他甚至还磕巴了一下，我们是迷路的孩子，因为他的句点儿、鼓点儿他跟不上。另外，最后这一句，其实大家会感觉他这个副歌结束的很突然。那当然，这个跟 AI 的作词也是有关系的。AI 的作词呢，一方面最后这一句它的这个词的结构就是不太好收尾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3.5也没有 handle 的特别好。另外，如果大家看到主歌二这个微波炉转动把孤独加热，这个就很 AI，它看上去这个词是有道理的，但是很少有人真的这么把它用在歌词里。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 AI 它在组合这些词句的时候，它想的更多的是有哪些接近这个词可以匹配在一起的其他词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句就更像是一个可以是在电影当中以一个无声的一个画面的形式展现出这种比较悲伤的、比较孤单的情绪，但是在歌词当中，没有人会把它有声的这么唱出来，所以这一点 AI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所以从这个样例当中也可以看出，AI 作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想通过词、通过曲，和相同的人产生共鸣，那目前还是需要这些音乐的创作者啊、爱好者和 AI 一起去介入，才能创作出一个真的能够让人产生共鸣、能拨动人心弦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有了这首曲子的对比之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4.5的版本。午夜的地铁载着疲惫，车窗外灯火闪烁又破碎，耳机里播放着昨天的歌，好像在唱你，也像在唱我。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寻找自己的真名，跌倒过，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我们听完这个4.5的主歌和副歌，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几个不同。从编曲、作曲的角度上来说，3.5开头垫了一组和弦就开始唱，那4.5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弦乐啊、和声啊，形成了一个前奏，对这个氛围渲染的就更充分。
这是第一点，从编曲作曲的角度来说。第二点，从人声的角度来说，他的人声更浑厚，混响更好，唱得更清楚。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文歌词的掌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和我们上一期这个他唱英文的是一样的效果。那这个就是我认为 AI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点，就是它对这些语言的掌握，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像我们学了一门语言，再去掌握另一个语言的时候，要重新开始。那一个人掌握英语的熟练程度和他掌握中文的熟悉程度，很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掌握的语言的转换，它不是一个串联，它是一个并联的过程。它有一个固定的方法，掌握好一种语言，它就可以掌握所有的其他的语言。那这个确实是 AI 的一个优势。所以，当我们用 Suno 来进行中文歌曲的这些创作的时候，对于语言方面，我们基本不用担心。唯一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刚刚忘了提到的，可以看到它在风格上还使用的是英文的输入。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是因为之前我也尝试过用中文输入，有的时候这个 Suno 它会报错，它把中文的字符给当成了一些就是它识别不了的符号，就没有办法让 AI 去读取。所以我们尽量在给风格的指令的时候，尽量让它用英文来输入。那说回这个4.5的这个版本，刚刚已经说了2点了，作曲编曲方面要更高级一些，人声方面要更稳、更成熟一些。那我们接下来再把后面的这首歌的部分听完，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其他编曲的情况，包括各个章节它的排布的情况。便利店的灯还亮在街角，微波炉转动，把孤独加热。手机的荧幕划过了几遍，想发条消息，又设了句点。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天桥上，风吹过空荡的胸口，远方的星空，是否也有人在等候？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拥抱着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听见自己的声音，会痛过，会错过，但明天我继续前行。继续前行，霓虹下的回声。那我们听完这个剩下的这些部分，我觉得有2个亮点。第一个是它的间奏，还有结尾的部分，它的钢琴伴奏，它是很适合这种比较悲伤的情歌的这种风格的。第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在唱这个黎明的时候，在不同的这几段副歌当中，他对这个黎明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特别是在最后一遍最高潮的副歌的时候，它使用了一个相对真声这么一个状态，在前面的这个副歌当中，它使用的是一个假声的状态。那一般我们会在
专业歌手的演绎当中，能够看到这种区分，所以这一点还是很惊艳的。AI 它在分析了这么多曲库啊、样本之后，它可以识别出这个规律，而且把这个规律非常实打实的应用在它的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让人佩服的。我们可以把这两句来听一下。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这边它是用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混声。我们再找一下第一遍的这个。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第一次的副歌就是一个完全的假声，第二次副歌像是一个混音。我们再听一下最后一次的副歌。孩子拥抱着黎明。是的，这三遍的这个黎明，它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作为这个4.5的模型，它能够发现并且处理到这些细微上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每一次生成的时候都会生成两个版本，大家可能好奇第二个3.5的版本还有第二个4.5的版本怎么样？那我们来快速的说一下3.5和4.5剩下两个二版本当中的一些我们能够有感想的几个点。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3.5。午夜的地铁载着疲惫，车窗外灯火闪烁又破碎，耳机里播放着昨天的歌，好像在唱你，也像在唱我。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寻找自己的证明，跌倒过，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便利店对，这个就是它3.5二版本的副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感受是听完这个副歌，感觉才要进入副歌。它这个副歌更像是主歌和副歌之间的桥段过渡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版本当中，我可以感觉到它的3.5的模型处理的这个副歌并不是特别好，它好像是还没爆发，情绪还没有到达状态的感觉。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4.5的二版本。午夜的地铁载着疲惫，车窗外灯火闪烁又破碎，耳机里播放着昨天的歌，好像在唱你，也像在唱我。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寻找自己的证明，跌倒过，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首先在这中断一下。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二版本当中，它的主歌一里面地铁的铁
他发音稍微有一点问题，他的咬字好像在唱好之前，他有一个伴奏的音处理的不是特别准。副歌部分，我总体的感觉是这个副歌听起来比4.5的一版本的听着要更舒服一些。它的旋律的跌宕起伏呀，特别是包括最后一句，刚刚我也提到了，它 AI 作词做的比较稍微有点别扭，就不太好作为副歌最后一句来接的这么一个部分，它处理的更好一些。那我们现在从主歌二继续听，最后刚刚的这个间奏，大家可以感觉到还是比较经典的那种 R&B 的那种中间的间奏，又有鼓又有钢琴，各个乐器协作的比较好，然后来渲染气氛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做的都是不错的。便利店的灯还亮在街角，微波炉转动把孤独加热，手机的荧幕划过了几遍，像发条消息又写了句点。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看不清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寻找自己的证明，跌倒过，哭泣过，依然选择相信。天桥上风吹过，空荡的胸口，远方的星空，是否也有人在等候？哦，城市像一座无边的森林，我们是迷路的孩子，拥抱着黎明，在霓虹下的回声里听见自己的声音，会痛过，会错过，但明天我继续前行，继续前行。霓虹下的回声。那听完这个4.5的二版本，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比较有亮点的一点是，它进入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它背后的编曲有一个协调的作用，就是它第一句是给了一个 solo，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从第二句的时候呢，开始所有的乐器都进来，来烘托气氛。第二个是这个结尾的处理，其实我觉得从作词的角度来说，给一个结尾的东西不是很好处理。但是我觉得 Suno 这个 AI 它 get 到了 Gemini 那个 AI，这个作曲 AI get 到了作词 AI 的这个想法，它大概理解这个地方是写这个词的时候是要做什么，所以它用了这个重复旋律，让这个节奏持续下来，把这两句作为这个吟唱唱出来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一期总结一下的话，首先Suno 它是可以很好的像英文一样处理好中文的歌曲。那其实这个给我们母语是中文的音乐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那其实这个可以让 Suno 的 AI 音乐创作的作品的受众变得更广。另外就是像最开始说的，大家在作曲的时候你要注意版权的问题、发表使用的问题。同时在 Suno 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可以自己调整来设置是否要发布，是否要被别人听到，还是我们
只是内部和朋友和家人和周围的人分享这些用途的不同。那下一期，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探索一下 Suno 的作曲，如果想和人声合作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去做？因为如果要和人声合作，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它的编曲啊，它的人声的 MIDI 导出之后呢，大家可能了解音乐编辑软件的，它会再导入到那边成很多的音轨，然后再去处理，或者说我们可能对某一句这个歌词或者是音乐不满意的情况下，我们想把它替换掉，我们想要编辑音符，甚至是我们想换成自己的人声，自己去录，自己去唱。那这些情况呢，都要涉及到 Suno 它导出的格式。如果它导出的只是一个音频的格式，那是不好编辑的。如果他想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编辑，去和后期的创作去互动的话，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要能够导出成这个 MIDI 的格式，才能去处理。那比如说像这首歌的前奏，我们就可以听到它的音源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好。我可以把这个前奏再放一遍，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听到，当这个弦乐进来的时候，就很明显，好像有一种很早之前听收音机的那种，就是音质受损的声音，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平时用 App 听歌的时候，网络不好的时候，音乐失真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 Suno 它背后这个弦乐的这个音源听上去要比钢琴要失真很多，要差很多。那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可能大家想要纠正这个问题，那他可能想替代一个音源，替代一个更清晰的、更真实的虚拟音源，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大佬，他有这种专业的用真实的乐器，用非常好的录音收音设备去录制的这些音源，那这些其实都代表了用户和 Suno 去合作创作歌曲的一些潜力。所以，能否导出这个 MIDI 格式的这个音乐，能否替换这些音源，替换可能某一段、某一句的变化，那这个功能可行性其实会进一步决定或者拓展这个人和 AI 交互进行音乐创作的这个更大的空间。那我们下一期可以是针对这一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那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继续聊。